這是九寨溝的水。你現在看到的這個顏色不是調過色的，不是加了濾鏡的，這就是手機直出的原片。但這不是今天最炸的畫面。今天最炸的畫面是我們6个女兒帶着2個50多歲的爸媽，在九寨溝一天暴走了3萬步。10天9夜5座城市8個人，全程沒有跟團，沒有包車，全靠滴滴和高鐵，把重慶、九寨溝、峨眉山、張家界、廈門一站一站走完。有些人跟我们說這條路線太瘋狂了，但10天走下來，發生了一件我們誰都沒有預料到的事，那個故事我放在最後講，你一定要看到最後。很多人都問過同一個問題，中國那麼大，到底要怎麼玩才不算浪費一趟機票？有人說你要去北京，站在天安門廣場感受帝王氣象，走進故宮看600年的宮廷歷史。有人說你要去西藏，去那種連空氣都稀薄的地方，感受一次真正的靈魂震撼。還有人說去成都，坐在茶館裡，一杯蓋碗茶，一下午的陽光，那才是中國生活最舒服的樣子。但今天我們要帶你去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。這一趟我們用10天9夜穿越了5座城市，從重慶出發，坐高鐵走進九寨溝，翻過峨眉山，進入湖南張家界，最後因為回程轉機，順道把廈門變成了這趟旅行的收尾。如果你也想知道帶着家人走一趟中國特種兵自由行，到底能看到什麼，吃到什麼，遇到什麼意外，又會花多少錢，這支影片可以慢慢看下去。這裡是愛旅遊頻道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視頻。如果你有想看的內容，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。現在我們從第一站開始。第一站，重慶。為什麼選重慶？說起中國旅行，重慶近幾年已經成為一個無法繞開的名字。但我們選擇把重慶放在第一站，不只是因為它是網紅城市，而是因為它在地理上是這趟旅行最好的起點。從重慶出發，可以直接坐高鐵進入川西北，前往九寨溝和峨眉山，整條路線在交通上非常順暢，不需要繞遠路。當然，重慶本身也是一個讓我們期待已久的地方。那些在網上看過無數次的畫面，輕軌穿樓、洪崖洞夜景、山城坡道、立體交通，我們一直想親眼確認它到底是真實的，還是只有攝影師才能拍出來的特殊角度。還有一個原因是重慶的食物。作為中國最有名的美食城市之一，重慶火鍋、酸辣粉、抄手、串串香，這些名字在網上出現的頻率極高。我們想知道它真實的味道是不是和名氣一樣直接，一樣過癮。帶着這些期待，我們把重慶定位了整趟旅行的第一站。重慶官方名稱是重慶直轄市，是中國4個直轄市之一，也是中國西部唯一的直轄市。它的地理位置極其特殊，坐落在嘉陵江和長江的交匯處，四面都是山，整座城市就建在這片丘陵和山地之間。
這種地形直接造就了重慶最獨特的城市面貌，它不是一座平坦的城市，而是一座立體的城市。路是坡道，桥在半空中穿越山谷，輕軌不只是在地面跑，它穿楼、過江、爬坡，把這座城市的各個垂直層次串聯在一起。重慶還有一個稱號叫山城，也叫霧都，因為它在盆地邊緣，濕度高，常年多霧。它也是中國有名的火爐城市之一，夏天的气溫會讓人覺得整個城市都在燒烤。重慶的歷史非常悠久，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經有人類聚居，曾是8國的國都，歷史上也曾作為陪都，在抗日戰爭期間是中國的战時首都。這段歷史給這座城市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蘊，也是它除了自然景觀和網紅景點之外，最值得深入了解的一個層面。重慶也是中國著名的美食城市，火鍋是它最具代表性的飲食符號。重慶火鍋和四川火鍋雖然同源，但口味上有所不同。重慶火鍋更注重牛油底鍋的香气，辣度更直接，更霸道。除了火鍋，重慶還有酸辣粉、抄手、豌杂面、串串香等众多特色小吃，每一種都有很強的地域辨识度。但最讓外地人感到震撼的是重慶的城市結構本身。很多人第一次來重慶會完全迷路，因為導航告訴你要右轉，但右轉是一面牆；導航告訴你已經到達目的地，但你站的地方其實是目的地上方好幾層樓的高架橋。這就是重慶，一座讓你的空間感徹底失效的城市。第一天抵達重慶，我們到重慶的時間是晚上。放下行李之後，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吃的。在重慶，這件事永遠不會是難題。我們在酒店附近找到了一家雞湯抄手，6兩微辣。抄手是重慶对馄饨的叫法。一碗熱腾腾的抄手，皮薄肉嫩，泡在微辣的鸡湯裡，熱气冒起來的那一刻，你才真正感覺到我們到重慶了。重慶的味道很直接，它不会讓你慢慢適應，一上來就用食物告訴你这裡是什麼地方。我們親眼驗證了一件事，輕軌穿樓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。第二天，輕軌2號線，光環購物公園、洪崖洞、8一路好吃街。第二天，我們正式開始重慶的行程。第一站是重慶輕軌2號線。很多人認識重慶就是從輕軌穿樓開始的。那張照片流傳極廣，列車從一棟居民樓的中間穿過，樓裡有人住，有人拉着窗簾，有洗衣機在甩衣服，而就在這棟樓的6樓到8樓之間，一列真實運營的輕軌列車每天都在穿越而過。重慶輕軌2號線全長31公里，設25個車站，從教場口一路延伸到魚洞。這條線路建於重慶山地地形之上，工程師為了在複雜的山城地形裡鋪設軌道，設計出了這種穿越建築的獨特解決方案。李子壩站就是那個穿樓的站點，已經成為重慶最知名的城市奇觀之一。我們從教場口坐到魚洞，全程25站，
大約1個小時。坐在車裡，你會發現，這不只是一趟交通工具，更像是一條移動的城市觀景線。有時候列車在高架橋上，你看着整座城市鋪展在腳下；有時候穿進樓群，窗外就是別人家的廚房；有時候繞過山頭，嘉陵江的江水突然出現在左邊。重慶最特別的地方就在這裡，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轉彎會出現什麼。光環購物公園。下午，我們去了光環購物公園。這是一個融合了商業、餐飲和自然景觀的綜合體，室內有大量綠植，空間設計很有層次感，是重慶本地人常去的購物中心。我們在裡面吃了午餐，喝了茶飲，逛了永辉超市。很多人做旅遊會覺得逛超市是在浪費時間，但我們一直覺得超市和商場是了解一座城市最直接的窗口之一。貨架上賣什麼水果，哪些飲料最受歡迎，價格標籤上的數字，甚至收银台前排隊的方式，這些細節比任何旅遊介紹都更能告訴你這裡的人平常怎麼生活。到了晚上，重慶切換成另一副面孔。我們去了洪崖洞和千厮门大橋。洪崖洞是重慶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，位於嘉陵江邊，依山而建，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歷史的古老地名。現在的洪崖洞是在原址上重新開發的商業建築群，以重慶傳統的吊腳樓建築風格為主題，整棟建築沿江崖依勢而建，共有11層，從江邊往上看，層層疊疊，非常壯觀。夜晚的洪崖洞是整座建築最漂亮的時刻。燈光亮起之後，每一層都有不同的色彩，倒映在嘉陵江的水面上，再加上对岸高樓的燈光，千厮门大橋上的車流，整個畫面疊在一起，是那種只有親眼站在現場才能感受到的層次感。我們出發前已經在網上看過無數張重慶夜景的照片，你以為你已經知道它長什麼樣子，結果你站在現場還是愣了一下。照片沒有騙你，但照片也沒有辦法給你那種被整座城市的燈光包圍的感覺。看完夜景，我們繼續往前走，去了解放碑步行街和8一路好吃街。解放碑是重慶最繁华的商業中心，也是重慶的城市地標之一。這裡的步行街聚集了無數餐廳、購物中心和小吃攤位，到了晚上，人潮擁擠，燈光密集，非常熱鬧。8一路好吃街是緊鄰解放碑的一條小吃街，這裡集中了大量重慶本地小吃，價格親民，選擇多，是體驗重慶夜市最直接的地方。蛋包洋芋泥、生蠔、燒麥、豌雜豆腐腦、烤串，還有牛油果紫米酸奶，每隔幾步就是新的選擇。你剛吃完這一攤，前面又出現另一攤讓你走不動腿的東西。重慶的夜晚有一種很強的感染力，你會不自覺被人群帶着走，看到大家都在吃，你也想吃，看到前面還有一條街，你就還想繼續往前走。這就是旅行最真實的興奮感，不需要大景點，一條熱鬧的小吃街就夠了。第3天，三峽博物館18梯魚味360。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。
第3天，我們換了一個節奏，我們去了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。這座博物館位於重慶人民廣場旁邊，與重慶市人民大禮堂相對而立，是中國最重要的地方性博物館之一，也是西部地區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博物館之一。博物館建築面積約42000平方米，馆藏文物超過17萬件，常設展覽涵蓋壯麗三峽、重慶城市之路、歷代錢幣、西南民族風情等多個主題，全部對外免費開放。選擇把博物館放進行程，是因為我們想在玩了2天之後，用另一種方式去認識重慶。旅行如果只看景點，你看到的是這座城市現在的樣子，但走進博物館，你才能看到它的來路，為什麼重慶會長成這個樣子？為什麼這座城市的結構這麼立體？為什麼它既有江湖氣，又有現代感？在壯麗三峽展廳裡，你可以看到長江三峽的地形模型、歷史水文記錄，以及三峽大壩建成前從沿岸搬遷出來的文物。這是一段關於人類如何與大自然博弈的歷史，也是關於幾十萬人因為一項巨大工程而告別故土，重新開始的故事。三峽文化給重慶這座城市留下了極其深厚的歷史底色，是理解重慶無法繞開的一個背景。在重慶城市之路展廳，你可以看到重慶從古代八國到現代直辖市的完整城市發展脈絡，從最早的碼頭文化，到抗戰時期的陪都歷史，到解放後的工業化建設，再到今天的網紅城市。這座城市經歷了很多，也承載了很多。走進博物館之前，你看到的是一座熱鬧的現代城市。走出博物馆之後，你看到的是一座有来路、有故事、有厚度的城市。中午，我們去了重慶来福士吃午餐。來福士 Raffles City 和新加坡那個是同一個發展商凱德集團開發的，站在裡面會有一種熟悉感。我們在裡面找了一家叫大米先生的快餐，點了宫保鸡丁、蒸魚、炒蔬菜配白飯，簡單但管饱，價格也實惠，適合趕行程的時候快速解決一頓。18梯傳統風貌區。下午，我們去了18梯傳統風貌區。18梯這個名字來源於過去從重慶上半城到下半城，需要經過一段由18級台階組成的坡道。這裡曾經是重慶最具煙火氣的老街區之一，住着大量普通市民，有茶館，有裁縫鋪，有剃頭攤，是重慶城市歷史最真實的一個縮影。現在的18梯經過改造，保留了老重慶的建築風格和街道肌理，同時引入了餐飲、文創和商業業態，成為一個既有歷史感又有現代活力的街區。我們特地從茶颜悦色18梯那個位置往下走，而不是從底部往上爬。這個細節雖然小，但很實用，在重慶，路線的方向真的很重要。同樣一個地方，從上往下走和從下往上爬，消耗的體力可以差很多。在18梯，我們喝了茶颜悦色。茶颜悦色是發源於長沙的國潮茶飲品牌，主打中式風味，用傳統茶底搭配奶泡和堅果，有一種很有辨識度的茶香。我們點了幽蘭拿鐵和新品悠悠南山。幽蘭拿鐵喝下去的那一刻，突然讓我們想到馬來西亞拉茶。兩個完全不同的地方，
卻通過一杯飲料產生了某種奇妙的連接。旅行就有這種魔力，它會讓你在陌生的地方突然想到熟悉的事物。魚味360與飛天威亞。晚上，我們去了陶然居國潮美食街喝魚味360。關於魚味360的飛天威亞表演，我們想實話實說，有點詭異，不是特別推薦。如果行程已經很滿，可以直接跳過這一站。如果時間充裕，想看表演的話，據說打鐵花會更值得，那個視覺效果據說比飛天威亞更震撼。從魚味360出來，我們趕去了長嘉匯看無人機表演。定位可以搜京東養車長嘉匯店，從那個位置看過去，角度剛好。整場表演大約20分鐘，幾百架無人機在夜空中同時升起，排列出各種圖案和文字，配合音樂節奏，不斷變換造型。重慶的夜景本來就已經很震撼了，當無人機編隊在那片高樓燈光的背景前飛起來的時候，整個畫面的層次感直接拉滿。說實話，這是我們在重慶3天裡最意外的驚喜之一。前一晚看的是洪崖洞和千厮門大橋的傳統夜景，這一晚看的是科技感十足的無人機燈光秀，兩種完全不同風格的夜景疊在一起，才是完整的重慶夜晚。如果你來重慶，時間上剛好碰到有無人機表演，非常推薦去現場看一次，比視頻裡看到的震撼得多。看完無人機表演，我們意猶未盡地走到對面的余宗老重慶火鍋，來重慶怎麼能不吃火鍋呢？我們點了番茄和菌湯2個鍋底，再配上贡菜、茼蒿、山藥、毛肚、蝦滑、牛肉和豬肉，滿滿一桌。毛肚在菌湯裡涮幾秒就入口，又脆又鮮，蝦滑吸滿了湯底的菌香，每一口都是滿足。吃到最後，大家都撐得不想動，這才是重慶夜晚最完美的收尾。重慶3天3夜到這裡正式結束了。明天一早，我們就要從重慶出發，搭高鐵前往九寨溝，一個我們期待了很久的地方。第2站，九寨溝。為什麼選九寨溝？九寨溝這個名字已經在我們的旅行願望清單上放了很久。它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自然風景區之一，也是很多人心目中這輩子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。中國有一句話流傳很廣，九寨歸來不看水，意思是去過九寨溝之後，你再去看別的湖泊或者水景，都會覺得失色。這句話讓我們更想去親眼確認它是不是真的。除此之外，九寨溝在這趟旅行路線上，也是從重慶出發最順路的自然景區之一。從重慶坐高鐵，經成都中轉，可以直達黃龍九寨站，交通便利。九寨溝位於中國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，是一條全長約60公里的自然山谷，因溝內有9個藏族村寨而得名。1992年，九寨溝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自然遺產，1997年又被列為世界生物圈保護區。這裡是國家5A 級旅遊景區，也是中國保護最嚴格的自然風景區之一。九寨溝最令人驚嘆的是它的水。景區內有大大小小100多個高山湖泊，當地稱為海子，
這些湖泊因為含有大量碳酸鈣和藻類，在不同的光線和季節下，會呈現出從翠綠到寶藍、從湖藍到乳白等各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顏色。湖底的枯木、水下的植被、被湖水浸泡的礁石，在清澈的湖水裡清晰可見，形成了九寨溝獨特的五花湖景。除了湖泊，九寨溝還有眾多瀑布和鈣化灘流。珍珠灘瀑布是其中最有名的一處，寬約160米，水流沿着鈣化的河床傾瀉而下，在陽光的照射下，水花像無數顆珍珠飛濺，極為壯觀。樹正瀑布則是景區內落差最大的瀑布之一，水聲在山谷中回響，震撼人心。九寨溝的美也隨着季節而变化。春天，山花遍野，湖水在花叢映襯下顏色更加豐富；夏天，植被茂盛，湖水在綠蔭中碧綠如玉；秋天是公認的最美季節，落葉紅黃交替，與藍綠色的湖水形成極致的色彩對比。冬天，瀑布結冰，湖面在嚴寒中呈現出一種冷冽的神秘感。我們去的時候是9月，介於夏末秋初之間，植被還很茂盛，湖水的顏色也非常飽滿。2017年，九寨溝發生了7.0級地震，部分景觀受損，景區關閉了一段時間進行修復。現在的九寨溝經過多年的生態修復，已經重新開放，但為了保護生態，實行嚴格的限流措施，每天入園人數有上限，旺季必須提前在網上預約購票，搶票有時候需要在開放日的早上準時守候，競爭不亞於演唱會門票。這也從側面說明九寨溝的吸引力在地震之後依然沒有減少。交通，從重慶到九寨溝，我們從重慶沙坪壩出發，搭乘高鐵 G3442 前往成都東站，再換乘 C5752 前往黃龍九寨站，全程大約3個半小時。高鐵上，我們在車廂裡吃了宮保雞丁套餐、西紅柿炒蛋、炒土豆，就是那種標準的火車盒飯。到達黃龍九寨站之後，我們包了一輛車前往酒店，大約1個半小時的山路。在這段路上，風景已經開始變了，城市的鋼筋水泥慢慢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高的山，越來越密的樹林，還有公路兩旁偶爾出現的藏式村莊和經幡。當你開始看到那些在風中飄動的五色經幡，你就知道，你真的已經離開了那個熟悉的中國城市世界，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。到九寨溝的第一晚，我們去了扎西達桑牦牛肉湯鍋吃晚餐。牦牛肉菌湯火鍋、手抓羊肉、酥油茶、牦牛酸奶，這些食物對我們來說都是第一次接觸。牦牛肉的口感比普通牛肉更緊實，帶着一種高原草地特有的香氣。手抓羊肉大塊，蘸着藏式調料吃，味道很直接。酥油茶是用茶葉、酥油和鹽一起打制而成的，對第一次喝的人來說，味道很陌生，需要適應，但喝進去之後，有一種奇特的暖意。牦牛酸奶有一股我們無法忽視的騷味，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這種味道，但這種味道本身就是旅行體驗的一部分。光是從這一頓飯，你就感受到了九寨溝給你的是完全不同於重慶的味道系統。重慶是熱辣和直接，這裡是高原、牧場和藏式風味。
第二天，我們進入九寨溝景區。進入景區之後，有接駁的環保車，可以在景區內各個景點之間搭乘，不需要全程步行。但即使搭了接駁車，一天走下来的步數依然是驚人的。箭竹海、熊猫海、五花海、珍珠灘、長海、五彩池、犀牛海、老虎海、树正瀑布、火花海、双龙海，這些名字我們出發前就已經查過很多遍，但走進去之後才發現那些名字是遠遠不夠的。因為九寨溝最打动人的從來都不是介紹，而是它的顏色。那種水色沒有辦法用任何詞語完整描述。說它是藍色不夠準確，因為它在不同的角度和光線下會從寶石藍變成翠綠，再變成乳白。說它是綠色也不對，因為它清澈到你可以看見10幾米深的湖底，看見湖底的枯木和石頭的紋路。那是一種讓人安靜的顏色，你不會在那裡大聲說話，你會停下來，站在湖邊，就這樣看着。重慶讓人興奮，九寨溝讓人安靜。這是這趟旅行裡最明顯的一種反差，也是我們事後回想起來印象最深的对比。那一天，我們走了将近2到3萬步，從一個海子走到另一個海子，從景區車站走到遊客中心，從早上走到傍晚。體力的消耗是真實的，但腳步停不下来，因為每一個轉彎都可能出現一個新的湖泊、新的顏色、新的畫面。中午，我們在諾日朗游客中心附近吃東西，烤腸、糯玉米、漢堡、薯條、炸雞、可樂。在美的景區，人也會餓。九寨溝這一站，我們的評價非常明確，值得來，非常值得。哪怕路途不算輕鬆，哪怕一天要走很多路，哪怕人不少，它還是值得。因為有些風景真的不是照片和視頻能完全代替的，你必須親眼站在它面前，才會明白為什麼那種水色會讓人印象這麼深。離開九寨溝的路上，我們遇到了一個不太舒服的安排。司機帶我們去了一間專賣藏紅花、冬蟲草、松貝的店，一路用民族文化、藥材珍貴、生活不易這些話術來鋪墊氣氛，還讓我們每人喝了一杯據說有保健功效的藏紅花水。整個過程，沒有人直接說你必須買，但氣氛一直在制造一種不買說不過去的壓力。我們最後沒有買，繼續趕路。但這段經歷讓我們損失了不少時間，後面趕高鐵的節奏也因此變得很緊張。這裡想實話實說，自由行路上，如果遇到這種帶有強烈推銷性質的安排，保持清醒和判斷力比什麼都重要。景區的美好和路上這類插曲都是真實旅行的一部分。接下來這一站，我們本來期待最高，結果老天爺給了我們一個完全不同的劇本。第3站，峨眉山。為什麼選峨眉山？峨眉山是中國4大佛教名山之一，也是世界文化與自然双重遺產。
它在我們的行程裡是九寨溝之後的下一站，一方面是因為地理位置順路，從黃龍九寨坐高鐵經成都東站轉車可以直達峨眉站，另一方面峨眉山的名氣和它被描述的景色讓我們非常期待。金頂、雲海、佛光、猴子出沒的山路、普賢菩薩的道場，這些畫面我們想親眼看到。峨眉山位於四川省峨眉山市，是中國最高的佛教名山之一，主峰金頂海拔3079米。這裡是普賢菩薩的道場，寺廟眾多，香客雲集，同時也以壯觀的自然風光聞名，被譽為天下峨眉秀。峨眉山在1996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，是中國同時擁有這兩個頭銜的少數幾座名山之一。它不只是一座佛教聖地，也是一座自然生態極其豐富的山體，山上生長着3000多種植物，栖息着数百種动物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些在山路上出没，會主動向遊客討食的藏球猴。峨眉山的金頂是最著名的觀景點，在晴天可以看到雲海翻湧，以及極為罕見的自然光學現象佛光。當太陽照射到雲層，在特定角度和濕度條件下，會在雲層上形成一個彩色光環，中間投影出觀看者自己的身影。古人認為這是菩薩顯靈，因此稱之為佛光。能不能看到佛光，完全取決於當天的天氣，是可遇不可求的體驗。從交通上來看，峨眉山分為徒步登山和乘坐纜車2種方式。徒步從山腳到金頂需要2到3天，沿途經過多座歷史寺廟，是很深度的朝聖體驗。乘坐纜車則可以直達金頂附近，節省大量體力，是大多數遊客會選擇的方式。峨眉山的寺廟文化也非常值得了解。報國寺、萬年寺、清音閣、金頂華藏寺，這些寺廟歷史跨越數百年甚至上千年，供奉着不同的菩薩和佛像，在山林之間靜靜矗立，是中國佛教文化最完整的活態保存地之一。來峨眉山，不只是來看山和雲海，也是來感受那種千年香火和大自然共存的獨特氛圍。正因為對峨眉山有這麼多的期待，當我們到達之後，發現天氣不理想，那種落差感是真實的。但旅行就是這樣，有時候你期待最久的那一站，反而給了你最多的意外和變化。從九寨溝坐高鐵前往峨眉山，路上經成都東站轉車，我們在車廂裡吃了一頓麥當勞解決午餐，繼續趕路。到了峨眉山之後，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讓人有點沮喪的消息：成都那邊正在發布暴雨預警，峨眉山也受到了影響，山上白茫茫一片，不是漂亮的雲海，而是什麼都看不到的那種白。我們在山腳下認真討論了很久，繼續上山。體力消耗大，景色大概率是白費。原計劃還有成都，但暴雨預警讓成都的行程也存在很大變數。繼續等。天氣預報沒有給我們明確的好轉信號。自由行最大的優勢就是在這種時候出現的，我們可以自己做決定，不需要等任何人，不需要跟着固定团的行程走。最後，我們做了一個決定，取消成都，臨時買去張家界的高鐵票。當下有一點可惜，來了四川，沒有去成都，心裡多少有些遺憾。但自由行的重點
從來不是把計劃表上的每一格都填滿，而是在現實條件允許的範圍內，做出最適合當下的選擇。天氣不好就調整，這不是失敗，這是旅行最真實的一部分。虽然沒有上山，我們還是在峨眉山腳下把這裡的小吃街和周邊逛了一遍。我們去了馬路橋美食街。說實話，那裡人不多，選擇也不吸引人，我們不推薦特地過去。後來轉去了東門小吃街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。烏雞泡椒酸菜米線、钵钵雞、甜皮鴨、牛肉豆腐腦、牛肉咖餅、五香兔腿、三鲜涼蝦。大景點可能因為天氣失色，但一條熱鬧的小吃街總能把旅行的氣氛重新拉起來。這是旅行很奇妙的地方，不順利的事情剛發生，一碗熱食，一段熱鬧的街道，就足以讓當天重新變得有記憶點。宵夜，我們買了水蜜桃和葡萄。這裡的葡萄味道濃郁到有點不真實，濃得我們第一口以為是人工香精，但確實是真實的水果味道。峨眉山這一站沒有給我們想象中的金頂和雲海，但它給了這趟旅行一個重要的轉折，讓我們從按計劃走變成真正開始根據現實調整路線，把自由行的精髓用到了最大。峨眉山的遺憾還沒消化完，我們就已經坐上了去張家界的高鐵。一個臨時決定的城市，結果給了我們這趟旅行最意想不到的一頁。第4站，張家界。為什麼選張家界？張家界是我們臨時改進行程的城市，但它其實本來就在我們的備選名單裡。原本的計劃是九寨溝之後去峨眉山，然後去成都，最後從成都飛回馬來西亞。但峨眉山和成都因為天氣變數而調整，張家界就順勢成為了這趟旅行後半段的主角。選擇張家界，除了交通上的考量，更重要的是它的自然景觀。張家界的山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獨一無二的，那種拔地而起的石英砂岩柱高聳入雲，在雲霧中若隱若現，是任何其他地方都沒有的地貌。電影《阿凡達》裡的哈利路亞山就是以張家界的山峰為原型進行創作的。這個故事在世界範圍內讓張家界的知名度大幅提升。張家界位於中國湖南省西北部，是中国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的所在地，也是世界自然遺產、國家5A級旅遊景區。這裡的地質構造極其特殊，以石英砂岩峰林地貌為主，形成了3000多座拔地而起的石柱和山峰，高度從數十米到數百米不等，在晴天藍天的襯托下猶如天然雕塑，在雲霧中則更像仙境。這種地貌的形成是經過2億多年的沉積、抬升和侵蚀作用，才慢慢雕刻出今天我們看到的樣子。張家界主要的景區包括武陵源核心景区、天门山國家森林公園，以及著名的玻璃栈道和天門洞。武陵源是張家界自然风光最集中的地方，黃石寨、金邊溪、袁家界、楊家界都在這個範圍內。天門山則是張家界市區內最近的大型景區，以天門洞和超長索道聞名。張家界也是土家族的聚居地，
土家族是中國西南地區重要的少數民族之一，有着獨特的語言、音樂、建築和飲食傳統。土家族的吊腳樓建築、白手舞和三下鍋飲食都是這座城市文化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張家界的旅遊歷史相對較短。在1982年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正式成立之前，這裡基本上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山區，外界對它幾乎一無所知。是一位畫家在北京舉辦畫展，引起了外界對這片土地的注意，才開啟了張家界走向世界的旅遊歷程。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山區，到如今年吸引數千萬遊客的世界知名景區，張家界的故事本身就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歷史。我們從峨眉山坐高鐵輾轉前往張家界，這段路程比較長，中間需要轉乘。窗外的風景隨着路線慢慢從四川的山過渡到湖南的山，兩種山有截然不同的氣質，四川的山更高峻，湖南的山更秀麗，植被也不一樣，顏色更綠更濕潤。第7天晚上，怡心園私房菜。到張家界的第一頓晚餐，我們去了怡心園私房菜，點了土雞湯、炒豇豆、炸雞和乾煸魷魚。土雞湯的味道很不錯，湯底清甜，雞肉緊實。第8天，天門山。天門山是張家界最具代表性的景区之一，國家5A级，主峰海拔1518.6米，因山腰間有一个自然形成的巨大洞穴——天门洞而得名。天门洞高131.5米，寬57米，深60米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天然穿山溶洞，像一扇巨大的门開在山壁之間，在晴天可以看到藍天從洞口透出來，非常壯觀。登頂天門山的方式主要有2種，乘坐索道或者走998級台階的盤山公路。索道全程約 7.5 公里，單邊約30分鐘，是目前世界最長的客運索道之一。在索道上可以俯瞰整個張家界市區的全貌。山頂還有著名的玻璃棧道，懸掛在懸崖邊緣，向下可以看到垂直的峭壁，極度考驗膽量。但當天的天氣再一次沒有照着我們的期待來，雨天，大霧，白茫茫一片，就像峨眉山一樣，我們知道風景就在眼前，但現場看出去只有白。山上溫度很低，外套加雨衣還是冷得讓人不舒服，基本是需要羽絨服才能御寒的溫度。旁邊一位導遊跟我們說了一句話，讓我們突然釋懷：365天裡，張家界基本有200多天都是這種天氣。不是我們特別倒霉，而是山裡的天氣本來就這樣。你可以規劃路線，可以提前買票，可以把攻略做得再詳細，但你沒有辦法要求山一定要把最清楚的面孔給你看。山有它自己的節奏和脾氣。那一天在天門山，雖然沒有看到想象中的山景，我們卻記住了另一種張家界，冷的、濕的、朦朧的張家界。雨衣、冷風、濕漉漉的山路，大霧裡若隱若現的山體輪廓。這些畫面和晴天的風景不一樣，但同樣真實。有時候旅行給你的
不是你期待的那個風景，而是你沒有預料到的另一種體驗。整座山白茫茫的，霧大到真的什麼都看不見。不過還好，我們買的門票是有包含天文洞貴賓室的，所以就直接走進去坐着了。這一坐就坐了差不多2個小時。裡面有提供一些免費的小零食，像挑戰派雪餅啊、香米餅啊、早餐餅乾這些，旁邊還有一台咖啡機可以自己按。外面又冷又濕的，但裡面暖暖的，有吃有喝，說實話還挺舒服的。風景看不到就看不到吧，能有個地方好好歇一歇，已經很滿足了。坐纜車下山的時候，你會看到屋頂上趴着幾隻巨大的白色狐狸雕塑。如果時間剛好，你還能看到其中一隻會睜開眼睛，挺有意思的。這裡其實是天門湖線的表演場地，是張家界很有名的一台大型山水實景演出，講的是一個關於狐狸精和書生的愛情故事。你看那一排排綠色的座椅，就是觀眾席，整個舞台是直接搭在山谷裡面的，規模很大。從天門山回到市區，我們去了步步高廣場以及緊鄰的南門口美食街。2個地方走路不到1分鐘，對自由行來說非常方便。南門口美食街是張家界市區內人氣很旺的一條小吃街，聚集了大量本地特色小吃和湖南風味的餐飲。我們在那裡看到了八月瓜，這是一種在湖南山區生長的野果，外形有點像縮小版的木瓜，裡面的果肉甜蜜軟糯，對我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食物，非常有新鮮感。炒栗子，熱熱的，香氣撲鼻，非常適合冷天。晚上，我們去了三下鍋土菜館吃晚餐，點了土雞湯、農家小炒肉、木耳炒肉、炒田雞。三下鍋是湖南張家界的傳統烹飪方式，把3種不同的食材放在同一口鍋裡一起烹煮，味道濃郁，很有鍋氣。這一餐讓我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湖南菜和四川菜的辣是不同的，四川的辣是花椒的麻辣，湖南的辣是更直接的辣椒辣，更刺激，更下饭。旅行越到後面，我們越來越體會到，一個地方的食物其實是認識這座城市最快的方式。重慶是熱辣和煙火氣，九寨溝是牦牛肉和高原風味，峨眉山是小吃街的平民煙火，張家界則是土菜、熱湯和湖南的食材。晚飯之後，我們去了72層騎樓。72層騎樓是張家界市區內一座以土家族文化為主題的大型夜景建築，整棟樓每晚會有多場燈光變換表演，以蠟染圖案和土家族傳統紋飾為視覺元素，在夜晚把整棟建築變成一個大型的光影秀場。這和白天的天門山完全不同的體驗。天門山是大自然的自然景觀，但被大霧藏起來了。72層騎樓是人造夜景，在夜裡非常熱烈地把張家界的另一面展示出来。有一个拍攝位置的小技巧可以分享，最好的拍攝角度在72層騎樓專用停車場附近，沿着行人道往前走，再拐到左邊的沙堤大道一帶。如果想拍到完整的幻燈效果，需要留意官方公眾號公布的篝火晚會時間，在那個特定的時間段，燈光的變換會更完整更好看。白天沒有看到想象中的山，晚上的燈光夜景把那一天的遺憾接住了。第9天，我們去了幾個相對更有歷史和文化感的地方。第一站是大庸古城。
張家界古稱大庸，大庸古城是以這段歷史為主題開發的文化旅遊項目，按照古代城池的規格進行規劃，設計上保留了大量土家族建築風格，本來是張家界文旅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。但我們到了之後，發現大門緊閉，看起來已經停止正常運營了。這個畫面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不是因為失望，而是因為它讓我們看到了旅遊開發背後比較現實的一面。不是每一個以古城之名開發的項目都能最終吸引到足夠的人潮。有些地方在宣傳裡看起來很熱鬧，但真正走到現場，可能已經安靜下來，甚至已經關閉。從大庸古城步行前往普光禪寺。普光禪寺是張家界市區內歷史最悠久的寺廟，建於明代永樂年間，距今已有600多年歷史，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護单位。寺內保存有多件明代的建筑构件和文物，是研究明代湖南西部佛教文化的重要遗址。和剛才大门緊閉的大庸古城相比，普光禪寺的感覺完全不同。它安靜、沉穩，有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來的那種氣息。走進去之後，院子裡有大樹，有香爐，有來來往往的信眾，有一種屬於百年古寺的寧靜。旅行後半段遇到這樣的地方反而很好，因為它讓一路快節奏的行程有了一個短暫的停頓，讓人可以慢下來，安靜地走，安靜地看。下午，我們去了張家界市博物館。博物館裡有地質馆、張家界故事和寶石展，還有關於大尼、娃娃魚的介紹，以及張家界的城市歷史和民俗文化展覽。如果只看宣傳照，張家界就是奇峰、石柱和雲霧，是一種壯觀的自然景象。但走進博物館，你會知道那些地貌背後是多麼漫長的地質演變過程。那些岩層、石柱和峡谷是几亿年前的海洋沉積物，在地壳運動的作用下，經過極其漫長的時間，慢慢隆起、侵蝕、風化，才形成今天我們看到的樣子。那些山峰不是為了遊客而長出來的，它們有自己的時間尺度，那個時間尺度對人類來說幾乎是無法想象的。張家界市博物館裡面剛好有一個臨時展覽，叫大地瑰宝自然遺產，是世界寶石礦金珍品展。說實話，我們本來沒有太大期待，以為就是一些小小的礦石標本，結果走進去才發現，裡面展出的東西比想象中震撼很多。有那種比人還高的紫水晶洞，整塊切開来，裡面全是密密麻麻的紫色晶體，燈光一打，非常漂亮。還有各種瑪瑙、石英、礦物結晶，顏色和形狀都很特別。這個展是免費的，我們去的時候剛好趕上，算是一個意外的驚喜。即使我們在天門山沒有看到最清楚的山景，博物館這一站還是讓我們用另一種方式認識了張家界，不是通過眼前的風景，而是通過它的地質歷史和文化背景。張家界這一站和出發前的想象不太一樣。我們原本以為最大的記憶點會是壯觀的山景，結果留下來的是白茫茫的天门山、雨衣和冷風、南門口的八月瓜和炒栗子、72層騎樓的燈光變幻、大庸古城緊閉的大門、普光禪寺的安靜，還有博物館裡關於地質歷史的故事。這些東西疊在一起，
才是張家界在這趟旅行裡真實的樣子。它沒有給我們最漂亮的一面，但它給了我們一個很真實的旅行體驗，有意外，有遺憾，也有意外之外的收穫。我們以為這趟旅行已經結束了，但一個10小時的轉機讓我們臨時決定再加一站。第5站，廈門。為什麼是廈門？從張家界，我們飛往長沙，再從長沙搭機回國，回程的中轉地點是廈門，轉機時間超過10個小時。廈門從來不是這趟旅行原本計劃裡的城市，它只是一個中轉站。但我們看到轉機時間足夠長，就決定不待在機場裡耗着，直接出來，把這10多個小時的時間變成一段短暫的城市旅行。就這樣，廈門成為了這趟10天9夜旅行的最後一站。廈門位於中國福建省東南沿海，是一座海上城市，與台灣隔海相望，距金門島只有幾公里。它是中國最早開放的經濟特區之一，也是中國最宜居的城市之一，常年位居各類城市排行榜的前列。廈門最著名的景點是鼓浪嶼，一座沒有機動車的小島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。島上保存着大量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西合璧風格的歷史建築，被稱為海上花園。此外，還有中山路騎樓商業街、環島路、南普陀寺等著名景點。廈門以閩南文化為底色，飲食上以海鮮和閩南特色小吃為主。沙茶麵、海蠣煎、芋泥、燒肉粽、土筍凍是廈門最具代表性的幾種食物。這裡的食物普遍偏清淡，和前幾站四川、湖南的重辣形成了鮮明的对比，讓人在旅行的最後階段有一種口味上的放鬆感。廈門的整體城市氣質也和前面幾座城市截然不同。重慶是立體的、熱烈的，九寨溝是自然的、安靜的，張家界是壯闊的、朦朧的，而廈門是一座清爽的、有海風的城市，走在街上能感受到一種屬於海邊城市特有的輕盈感。我們只有1天的時间，所以選擇了幾個比較集中、相對輕鬆的地方來安排行程，把這趟旅行的最後1天用一種比較舒適的節奏收尾。我們在廈門的第一站是廈門科技館。廈門科技館是一座大型綜合性科技博物館，分為多個主題展區，以互動體驗為主，涵蓋物理、天文、海洋、生命科學等多個領域。選擇把科技館放在第一站，是因為這是整趟旅行的最後1天，我們不想再爬山，不想再擔心下雨，不想再對着天氣預報發愁。一個室內的可以慢慢體驗的地方，對旅行最後1天的我們來說剛剛好。馆內的水鐘是這裡的镇館之寶，這是一種用水流的運動來計時和顯示數字的裝置，水滴在特定的時間間隔下落，形成數字的輪廓，非常精妙。我们在那裡站了很久，不只是因為好奇，而是看着那些水流一點一點運轉，突然意識到這趟旅行真的快走到終點了。深海電梯讓你體驗從海平面快速下潛到深海的視覺效果，配合四周的藍色光影，有一種很強的沉浸感。前面幾天我們走了那麼多山，到了廈門，終於有了海洋的感覺，整個旅程的氣息好像跟着換了。地震模擬器
讓你真實體驗不同烈度地震的震感，非常有衝擊力。鏡子迷宮則是一個需要在無數鏡面中找到出口的空間，很容易讓人暈頭轉向。飛躍影院 4D 是我們比較推薦的項目，它讓你坐在移动的座椅上，配合巨幕影像，模擬飛越中國各大名山大川的视角，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沉浸感，很適合作為這趟旅行最後一天的視覺總結。中午，我們去了大洋海鮮城，位於中山路。深海帝王蟹腿蒜蓉粉丝蒸、深海帝王蟹身避风塘、深海帝王蟹壳蒸蛋、大波士頓龙蝦身加鉗子蒜蓉粉丝蒸、大波士頓龙蝦头尾煮粥。這一桌菜上來，有一種這趟旅行終於來到最後站點的感覺。前面幾天，我們吃過重慶的雞湯抄手和小吃，喝過九寨溝的牦牛肉湯鍋，在峨眉山腳下逛過小吃街，在張家界吃過湖南土菜。每一種食物都帶着那座城市的氣質和地理背景。到了廈門，終於輪到海鮮。這條從西南內陸一路走到東南沿海的旅行路線，在最後一天的飯桌上，用帝王蟹和龍蝦粥畫了一個完整的句點。帝王蟹腿蒜蓉粉絲蒸，蟹腿肉饱滿鮮甜，粉絲吸收了蒸蟹的汁水，入味極深。龍蝦粥把整隻龍蝦的頭尾精華熬進米粥裡，湯底鮮甜濃郁，粥底綿軟，每一口都能喝到海鮮的甘味。吃完海鮮，我們去了一家叫閩宗老廈門人家的小吃店。這家店對我們來說有一點特別的意義，這是時隔1年半之後再次光臨同一家店。上一次來廈門就吃過這道菜，這一次又點了。芋泥香酥鴨是廈門的傳統閩南料理，把芋泥塞入鴨肉內，經過炸制，外皮酥脆，內裡是綿密甜糯的芋泥和鮮嫩的鴨肉，口感和味道層次非常豐富，是很有代表性的本地風味。這趟旅程正式結束，5座城市10天9夜，全程自由行，靠着滴滴、高鐵和飛機，把這條路線一站一站走完。重慶的山城夜景我們看到了，九寨溝的藍綠色湖水我們看到了，峨眉山我們遇到了暴雨預警，臨時取消成都，改到張家界。張家界我們遇到大霧，天門山白茫茫一片，但72層騎樓的夜景，普光禪寺的安靜和博物館裡的地質故事，讓那2天依然充實。最後，我們在廈門用科技馆、帝王蟹和一家重新光臨的老店，給這趟旅行畫了句號。這趟旅行不完美。峨眉山天氣不好，成都沒去成，張家界天門山大霧，大庸古城大門緊閉，九寨溝路上遇到推銷，有些安排臨時改變。但這些都沒有讓這趟旅行變差，反而讓它更像真實的旅行。真正的旅行不是每一天都順利，而是遇到变化之後，大家還能一起商量，一起調整，一起繼續往前走。這種過程比什麼都順利的旅行更容易留下真正的記憶。我們是6個女兒，
帶着2位50多歲的父母，一行8個人全程自由行。出發前，我們最擔心的一件事是父母的體力能不能跟上這種高強度的行程。畢竟這趟旅行城市之間距離很遠，每天都有新的地方要去，每天都有新的路要走，行程密度不算低。結果真正走下來，我們才發現我們完全想錯了。父母比我們這些女兒還能走。尤其是九寨溝那一天，一整天下來将近2到3萬步。從一個海子走到另一個海子，從景區車站走到游客中心，從早上走到傍晚，他們全程沒有喊一次累。這件事到現在回想起來，還是覺得非常慶幸，也非常感動。能夠帶着父母一起走這麼遠，能夠和家人一起看九寨溝的水色、重慶的夜景、張家界的大霧、廈門的海鮮，這些畫面以後回頭看都會是很珍貴的家庭記憶。這趟旅行全程以滴滴和高鐵為主，城市內靠滴滴，城市之間靠高鐵。整體来說，中國的交通系統對外国游客非常友好，高鐵準時，滴滴叫車快，只要提前做好功課，路線規劃上不會有太大困難。很多人問，帶父母或者長輩出來，到底是包車好還是自由行好？我們的經驗是，不要在出發前就替長輩做好這個決定，尤其不要默認他們年紀大了，一定需要包車。因為你真的不知道他們的體力和好奇心可能遠超你的想象。當然，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。如果家裡的長輩行動本來就不方便，或者平时很少走路，包車會更合適，不用每天趕着叫滴滴，對着地圖找路，可以把全部注意力放在風景和家人身上。但如果長輩的體力還不錯，也願意跟着走，那自由行能給你們一種包車沒有辦法給的東西，就是那種一起臨時做決定，一起應对變化，一起找吃的，一起在路邊等滴滴的過程。那些不在計劃裡的瞬間，往往是事後最容易被記住的部分。所以，建議大家根據自己家裡長輩的實際情況來判斷，不要一刀切，也不要替他们低估了自己。最後來到大家最關心的問題，這趟旅行到底花了多少錢？平均一個人大概馬幣5000，換算成台幣約等於台幣4萬元左右。這個費用包含了來回機票、城市間的高鐵票、住宿、餐飲、各大景區的門票、當地的滴滴交通費以及路上的各種雜費。當然，每個人的玩法不同，預算也會不同。如果住得簡單一點，吃得省一點，多用公共交通，整體費用是可以再壓低的。但如果是帶家人出門，尤其是帶父母出門，有些地方的錢真的不能省得太極限。住宿的位置如果太偏，每天來回交通會消耗大量時間和精力，反而不值得。交通上，該叫車的時候就叫車，尤其是重慶這種地形複雜的城市，或者帶着行李趕路的時候，叫車比步行省時省力，也更安全。景區費用，像九寨溝這種地方，門票加交通費加起來確實不便宜，但它是這趟旅行裡最值得的一站，沒有之一。它不是那種去了一次就夠了，以後看照片就可以回憶的地方，而是那種你親眼見過了，才會真正明白為什麼大家都要去的地方。自由行最大的經驗，總結起來就是2句話：行程可以豐富，但不要死板；預算可以控制，但要留彈性。
路上會有天氣變化，會臨時改高鐵，會有意外的消費，留一點緩衝，才能從容應對這些變化，而不是在驚慌中做出更差的決定。這就是我們的10天9夜中國特種兵自由行。中國很大，這趟旅行只走了很小的一部分，但這一小部分已經讓我們看到了太多不同的面貌，從山城到高原，從雪山到湖水，從湖南土菜到廈門海鮮，從立體的重慶到朦朧的張家界。每一座城市都是完全不同的世界，這也正是中國旅行最讓人着迷的地方。如果你也在考慮帶家人去中國旅行，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告訴我你的問題，或者分享你最想去的城市是哪一座。你覺得這種行程，你會選擇包車還是自由行？不要忘記點讚訂閱，我們下期見。關注我，我是愛旅遊，帶你探索地球的每一個角落。